说大家都吃不起肉了啊，有点太伤人了。但其实越来越多的人舍不得花钱了，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经济未来的经济预后不好。最起码一点，全国范围内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消费者对今后的经济预测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许许多多的人选择了勒紧裤腰带，不再那么招摇了。你说打打麻将，互相的吃请，歌舞升平，是这个是有，但是它的比例并不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社会悲剧，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在临界点上熬了很久了，他们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他们完全崩溃了之后，甚至接连遭受到双重的打击以后，才会告别地球。甚至有些人临死放个挺尸屁，要做一件大事儿，有砍孩子的，有开车撞向人群的，也有一些人选择的默默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甚至极端到带走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想让孩子受苦，或者本能的认为孩子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有权处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有很多。每次看到这种悲剧的时候，看到一个悲剧出现在个别家庭身上，你会认为这个人走极端了，但是你没有想到，在他走极端之前，其实他也经历过挣扎，他也在希望这个世道能够好一点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现金不多，银行存款是有限的，币值波动啊，即便不考虑兑换外汇的问题，他能坚持让一个家庭在失去稳定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多久？我觉得这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而且越来越多的银行仅仅凭借一封微信里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就出现了挤兑啊，这种情况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停过。原先只是一些小的商业银行、农合行，现在它的面越来越广，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省。当你看到银行工作人员开着车下乡给你送温暖，鼓励你来买国库券，把崭新的国库券或者今年刚刚玩的这个永续债推送到你的面前，你就会感觉到不对，是吧？黄鼠狼给几百年，没有这样的呀，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服务啊，你心里会发毛，你心里会打鼓。其实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今年过完春节以后，全国范围内不动产真的不能动了，跟从股票市场上撤资一样，想卖房都要割肉了。甚至有一些原先租房的都跑到鹤岗去了，据说3万5万就能买一套房。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房改之初的这个房价，
你房改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买一套房也就1-2万的事儿，没有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去购买它。但是相比当年的购买力，今天你说3万5万买套房，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在中国，它已经出现1年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房地产几乎不动了，你会感觉到非常蹊跷。这还是在从去年开始，各大主要城市放开户籍管理，一层一侧的招贤纳士，希望有更多的人定居在他们这个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看到房价有明显的上涨。大家都在猜，明年房地产税会不会实现？今年3月份开两会的时候，栗战书在那儿言之凿凿的说，今年2018年、2019年要完善房地产税的立法。明年呢？明年可能就实施了，是吧？其实对未来的不确定，如果说仅仅是房地产税，倒不是很大。经济你向上的时候，你就跟国际接轨，找个名目来收钱，没有问题。大家都有信心，大家认为未来会挣到更多的钱。政府出台所有的政策，它都是考虑到你的承受能力的。甚至有一些人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幻想，认为如果收房地产税，如果要跟国际社会接轨了，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是承受不了这个税收的。就拿上海做一个比方，很多房子都几百万上千万了，你就1年收1%，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退休金一大部分要交税。即便是正在工作的人，2-3个月的工资就完了。现在的消费已经降过级了，领导不知道吗？你还这样玩，你不是要逼死人吗？也有人在推测，现在的房叔、房婶、房嫂特别多，都是这些官员的亲属，甚至本身有的就是公务员。那房子又不好卖，他们手上又拥有这么多套房，共军这样不是误伤了自己人吗？其实共军历史上误伤的次数少了吗？建国之前的那都是历史，是吧？我们没看见。那现在呢？现在登顶的2个人，总理的爹3反5反的时候就被抓过，主席的爹因为一本小说被牵扯进了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反党集团，关了秦城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共军的历史上，即便现在党国的1、2把手都在历史上有过被抄家、被关押、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的这种情况，你认为对他们来说这还叫个事儿吗？所有的集权体制下，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爬到高位的人，他对在他之下的这些喽啰们从来都不拿正眼看的，他没拿他们当过人，更别说是不是自己人了。所以我们今年从国际经济大环境，是吧，对华贸易、中国的进出口各方面，你找不到亮点。生活中影响你最多的就是猪瘟，猪肉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它的来源是哪儿你又不知道，现在都叫冷链供应，对吧？活猪带菌，你看不到它杀，你也看不到原来的小刀手卖的猪肉还温乎的，现在你买的都是凉冰冰的。按佛家的说法叫三净肉，你既不看见它杀，也不听见这些动物临死前的哀鸣，更不是为你而杀。
就摆在超市里，包装越来越精美了，每一块肉都给你标明部位，标上分量，标上价格。你得掂量一下钱包，估摸一下你卡里的钱，然后你才能考虑我到底是买几块。我们在每一个超市都会听到买肉类的这些推销人员、促销人员在叫喊的，说他们的东西新鲜，说他们的价格低。那么今天还敢维持原先消费状态的人，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在全国范围内，这已经成了一个常态。消费正在被小心翼翼的自我削减规模，整个国内的经济你看不到太多的亮点，你今天看到的都是非常玄幻的东西啊！一个白领辞职了，到农村承包一块地种田，一年能挣几百万。中国人口中有一半在农村，一半以上生活在农村。现在的这些宣传已经不顾人们的常识了，整个社会弥漫在一份模模糊糊的这种晕晕乎乎的这种状态中，大家都在麻痹自己，尽可能让自己感觉到危险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我看到一个段子非常搞笑，一个农民工背个包回家了，老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回乡创业。老婆上去给他一大嘴巴子，然后跟他说人话。这个汉子低眉大眼的来了一句，我失业了，回家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就面临到这么一个状态。原先可以进城打工，即便没有学历，凭一把的力气总能找到一个岗位。今天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少了啊！你说有学历的是吧，进外贸公司，学历不怎么高的到生产线做螺丝钉，做普通工人。真没学历的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我给你送快递呀，给你扫地呀，打个零工啥的。现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业单位在削减自己的用工计划，甚至把老员工都开除了。整个情况就这样。而且如果你静下心来看一看周边，你会感觉到非常危险啊！银行破产的这些条例也推出来了，银行挤兑也出现了，手上的钱、卡里的钱，是吧？哪怕是存在床底下的钱，越来越少了。你能自由支配的这些现金，已经让你处于一个非常惶惑的状态了。中国有70%以上的家庭资产是投在房子上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保值的，它会升值的。现在在农村，更多的地区已经一户一宅了。你哪怕以前有几栋宅基地，现在基本上能同意的就是一栋，剩下来的要8都不一定会给你赔偿。小产权是吧？曾经拥有的这些城市居民拥有的这些农庄，都在被无情的拆掉。还行，混得好的还能拿到一点补偿，是吧？混得不咋地的，连补偿都没有。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出手原先出租的房产，现在这种出手的时间拖得越来越长，价格越来越低，已经有很多人放弃卖房了，就摆在那儿看呗，看看今后，熬一熬，
看看能不能等到春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流动性越来越低。其实针对贸易战这样对中国经济的摧毁，民众信心对未来信心的降低，导致消费降级，其实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更大，因为它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知道，当人们失去消费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做最坏的打算了，只是目前还在听着你宣传，听着你说，嘴上不去表态，或者说心口不一，对吧？拍着巴掌鼓着掌，但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傻的，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不说话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的本性一贯是自私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把所有人都训练成只维护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人的利益。小青年头脑一热，是吧？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让全国人都跟着共产党跑，不顾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仅仅追求精神上的中国梦，这其实是一个幻觉。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中都能过得尽可能顺心一些。好了，谢谢大家，再见。